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吞食天地。吞食天地是卡普空跟集英社合作的一款大型的街机游戏。那它一共出了2代，第一代跟第2代都相当的经典。我们今天要玩的是1代。我们这一次会选里面武力最弱的刘备，然后把他的武力跟那个经验先调到最高，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这样玩会有什么样的就是游戏的体验。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来，游戏一开始是从黄金之战开始，它可以选4个角色：张飞、刘备、关羽跟赵云。我们就选一下里面武力最弱的刘备。来，这个游戏就是主角全部都是坐在马匹上面。然后它的操作方式就是左边的攻击跟右边攻击钮。然后如果你的攻击钮按久一点，它就能够发出剑气。然后如果连打的话呢，然后它就可以发出连续的剑气。但因为我们现在的武器攻击力还没有很强。好，我们直接就先拿到第1把的加强，然后随着武器跟等级的上升，那个武器的能力会越来越厉害。除了一般的集气攻击之外还有一种救援攻击，像这样，然后它是会少血。很快就拿到第2把蓝之剑。其实通常就是每一关会拿到1把新武器，前提就是必须要先让自己的等级提升，然后还要拿到2颗蓝色的宝珠。现在很快就拿到第3把。现在看到第1关黄金贼的部将陈远志，然后这个游戏其实它的玩法都是一样，就是尽量不要跟你的对手站在同一条直线上。因为我们的武力加强了，蛮快就是敌人就死了。第99演技。每一个过关的时候，它都会出来这个过关的画面。接下来是试水关，试水关的场景，我觉得它蛮有特色的，就是很像那个赤壁之战的感觉，就是每一个船在江面上面。然后很快的一烧一烧就连在一起，这个就像那个航桶的连环计一样。然后等一下还会射火箭，然后船就全部都着火，非常具有三国时代水战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它这个游戏的设计都还蛮用心的。当年这款游戏推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我们要拿到一个新武器了七星剑。那个原因是因为大部分那个时候的街机游戏玩到破台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如果你真的都照着它的进度，然后慢慢的玩的话，从一开始玩一直到破台，大概要将近40分钟。所
所以有的人技巧很好，就是一玩一到就可以玩快40分钟的时间，非常划得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这个游戏推出的时候非常受到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刘备的剑气啊，是里面可以维持最久，很快就拿到7星剑的加强版。这已经是这个游戏第2强的刀了哦。除了怒王之剑之外，再来就是7星剑，算是刘备第2强武器。海跑，这个游戏非常注重就是游戏的走位还有就是节奏的掌控，因为你要一直压着攻击键不放集气嘛，气集满了之后力量其实就比较大，然后可以一次杀掉比较多的敌人。接下来就快要到第2关的中后段。好，接下来就是黄金贼的2个部将。就是张宝跟张良，这个玩法也是，就是尽量不要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这一关其实他们2个是出来串场，打一段时间之后就跑掉了。接下来进城门。这一关的王其实就是现在拿着棒棒的这些兄贵，玩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集气之后不断的移动很快就过了。好这些棒棒哥很快就被打倒了。好，这是黄金3兄弟说有种就到铁门峡，咱们来会会吧。接下来我们到第3关铁门峡。好，我们拿到怒王之剑了，这一个是刘备最强的武器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黄金色的加强版。这个连打造成的剑气啊，在游戏的中后段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中后段的敌人就是血很多又很会抵挡，那这个时候如果用剑气去驱赶会是最快的。好，我们现在直接拿最强武器。其实这个最强武器应该要到最后一关才拿得到然后它的剑气持续的时间可以比较久，所以可以前后都出现剑气，这样可以减少被围殴的时间。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如果你没有先升级，然后再拿到应该有的宝珠，然后让自己的武器变强的话，后面变得非常难打。其实第3关就拿到最强武
去了，因为有差打没2下就死。好，这里我们要打张角3兄弟了，黄金之贼的黄金贼的首领这一位就是黄金贼的首领张角，他是自称天公将军，又叫大贤良师。后面就是他的2个兄弟啦，就是张良跟张宝天公、地公跟人公，很快就死了，被雷劈死。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他说他是太平道的首领，就被雷劈死。好，这一关就过了。张角就这样死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董卓跟吕布，这个大胖子就是董卓，左边这个长得又高，然后又是金头发的，就是吕布。第4关是龙门谷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一代的游戏的每一个场景它都还蛮有特色的，看这一关就冰天雪地的。这一关的魔王我记得是华雄，他就是关二哥温酒斩华雄那个华雄其实他是董卓军的第二把交椅，就是非常厉害的武将。《三国演义》里面他斩杀了非常多的大将，然后18路诸侯拿他没办法，最后是咱们二哥冲出去一刀就把他的头剁掉了。然后说到这边，就是这个游戏里面力量最强的设定其实是张飞。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在吊桥这一边，就是它有一个 bug。我们以前在玩的时候都会利用这个 bug， 然后躲在桥后面，因为这里的那个小兵其实很多。我们也先把小兵都做掉了，然后才来打这个守吊桥的王。看这个小兵一直出不完，把它做掉。好，这里就过啦。刚刚讲到，就是4个角色里面武力最强的是张飞，但是因为他力量大他的挥剑的速度就慢。然后再来是关羽，赵云最后才是刘备。然后刘备的力量设定是比较弱的，但是他挥剑速度很快。个以前在玩的时候比较喜欢用赵云跟刘备啦，因为他的那个剑气挥的速度快中后段比较好用。像这里的敌人就是要先把他赶下嘛，然后再杀他，他才会死掉。所以这个是用剑气比较好用。机器的打法是对于武将比较好用，还有就是敌人多的时候，把他赶走就好了。好，现在华雄来了，温酒斩华雄。哇，你快死啦，这么快！华雄是这个游戏里面第一个相对比较会挡的魔王但是也是一下就死了。华雄什么时候变白胡子了？我记得明明不是啊，看到鬼啊！好，接下来就是虎牢关啦。
五牢关我们这一关要打的是吕布啊，吕布是董卓，就是董卓军里面最厉害的。三国时代有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然后吕布又骑赤兔马，赤兔马大概就是现在的超跑蓝宝坚尼，所以他的武力是三国时代公认最厉害的。然后第一个，你看第一个就是小敌人，就是李傕，其实在董卓军里面就是个废物啦。因为董卓死没多久之后，他们就乱了。李傕跟郭汜这两个人就是还在城里面互相放毒、互相陷害，这段还蛮有趣的。你看他的设计就有点像说。手上拿着小圆盾，然后八飞刀，感觉很像中古时代的圆桌武士的概念。从这一关开始，就是敌人都比较会用盾啊，或者是剑去抵挡。现在就是要抓手感，尽量不要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就好了。那为什么选刘备嘞？因为我觉得要为刘备证明一下刘备大家都觉得他武力很弱啦，然后就是都靠他两个兄弟在打仗其实刘备本身的武力经过考究也是非常厉害的。就他在《三国志》跟《三国时代》的形容都是备素有勇武也就是他的武艺是不错的。而且在战场上用剑这件事其实你必须要，一寸长一寸强嘛，一寸短一寸险。你用的是剑，那表示你的武艺要非常高超的。好，下一个敌人又来了，郭汜，他就是手上拿着一个小关刀，像溜溜球一样。郭汜跟刚刚的李傕相比他的抵挡的频率比较低。所以其实我个人反而认为他比较好打。那我认为这一个放一下火好，开一个萤火 party。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这个游戏还蛮有诚意的，就是把一些敌人就是历史上的武将都有做出来，然后还有像这种推土球这种东西，就是相当尽力的还原了，就是当时三国时代在打仗的时候可能遇到的状况。好，再往前面，等一下就要遇到吕布了。吕布的身高在古书记载大概有200公分那大概就是现在可以打 NBA 的概念。来了，居然把华雄做掉了。这吕布的那个月光波其实打到少非常多的血。他会一直往你身上跑，这个时候就是他靠近你，你就要赶快挥剑把他赶跑。哇，刚刚如果不是月光波，我如果不是把我的血调到最强，刚就死了。好，他丢下方天画戟就跑了。三英战吕布，三姓家奴休走。很快我们玩到洛阳。我们把武器改强之后，真的过得比较快。
好，洛阳城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在重现18路诸侯要一起围剿董卓，然后后来他们的一个计策就是直接把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去，所以才有这一段直接放火烧洛阳这一段。洛阳千年古都就这样毁于一旦哦。这个射箭的角色等一下就要走了。这一段其实就是小兵还蛮多的。其实刘备拿剑这件事啊，在古代的书籍里面有记载啊。刘备的剑术啊，在那个古代传下来的剑法里面是相当知名的，但最后他也是失传的啦。因为他拿的应该就是，如果照《三国演义》里面讲是子母剑，就是双股剑嘛，雌雄双剑。它考究起来其实应该是有点像那个宫本武藏的二刀流，就是一剑用挡，一剑就是马上攻击。这个其实必须要非常好的那个武艺才能够使用这种攻击方式。好啦，这一关就是张继啦，看他还像圆桌武士这样，这两个都冲过来，还丢回旋镖。其实还蛮有创意的。一般来说会先把这个拿弓箭的这个角色先打死，因为他比较不会抵挡。张继是比较会抵挡的，那个频率是比较高的。玩法就是这个游戏玩法就是，如果他太靠近你，就赶快连续出剑把对方赶走就好了。看打太久的话，那个诸葛亮会说：“哎，体力一直下降啊，会死啊。”就这张继怎么长得跟陈远志好像？好，我们看到远远的地方就是正在火烧的那座城，其实就是洛阳城。他要把这个部分重新再现，觉得蛮有魄力的。以前人在做游戏，真的都是还蛮用心在做。所以18路诸侯一起会师。我最讨厌的就是在马上这些小兵，我要先把他们赶下来。哎呀，先放牛，一次全死。这3个油罐啊，一定要先把它打最上面的，因为其他地方都会陷阱。那一直打。
实三国初期我最喜欢的桥段就是三英战吕布啦。刚刚讲到那个吕布，其实在古代记载啊，他大概200多公分，然后说有外族的血统，考究起来他应该是那个蒙古那里的人。好，现在打徐荣。徐荣他的设定的确就是白胡子啦，所以我觉得当初这个游戏就是在每一关就是杀死敌将的画面的时候，他是当初做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出钱的，他丢。绝招，好，把他弄死了。接下来就是李儒出来了。李儒是董卓身边非常知名的军师哈。那我看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他把它设定的不像是军师，比较像是妖术师。你看还喷火龙那虽然他现在就看得到身上，就是看得到他的血量可是你其实在这里，不管你怎么打，他的血都不会变少。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尽量的去闪躲他发出来的魔法。看他喷火又喷冰，喷血又喷火，喷火龙。这一段主要就是把上面掉下来的这一些树枝打掉。古代战争很喜欢放火。好来，李儒来了，先放个火，开个萤火晚会，开个 party。其实李儒这一关只要就是尽量闪躲他的攻击就可以了，因为他其实不大会打，然后不要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打个几次就行。再放个火，支援攻击，暴力系，好，过啦。で这里我去到这里，怎么都跟陈远志长得一样，真是看到鬼。好啦，到梅屋城啦。梅屋城一开始就有2个拿链球的将军出来，那我们就是慢慢的把它做掉。刚讲那个《三国演义》里面啊，里面有一段是那个三英战吕布，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吕布，他应该是蒙古人，但就是魔王自己本身看起来啊，那个三英战吕布比较像是3个有病的人在打一个健康的人。怎么说呢？那个刘备啊，手长过膝啊，这很像是马凡氏症候群。然后关羽说面如土纸，这不就高血压吗？对不对？然后那个张飞啦，就是圆脸虎颈，这不就是甲亢吗？所以就是3个有病的人打一个没生病的人。好，最后一关这边其实就是敌人的攻势比较猛烈，然后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2边都有敌人的状况。好，来，马上我们家吕布就来了。
实我觉得吕布的设定是蛮厉害的。人家都会说那个关羽拿青龙偃月刀啊，82级，说这个就很厉害。可是我觉得其实最厉害的还是吕布，因为他的方天画戟很轻，这么轻的武器还能够跟那个张飞还有关羽的武器，然后打成平手，表示他的武艺非常高强。打一打也差不多了。打太久了，诸葛亮就在下面说：“撑太久啦！”开玩笑，三姓家奴休走！吾乃知习伴侣之辈，竟敢在我面前猖狂！哎，死了，过了。他说。压死。其实玩到这一边呢、应该是如果是双打的，一人守一边会比较容易过。但这些拿盾的是很会打，所以玩到游戏中后段的时候出剑气会比较好打。刘备说以前是卖草席的，卖草鞋、草席的，是卖民生必需品嘛。现在这个时代可不一样，以前说卖草席的都会被笑，卖民生必需品的会被笑。现在卖民生必需品的都发大财啦。那可能就是刘备放到现在，可能是 Nike 的 CEO 之类的。好啦，我们现在要打的是假董卓哈。董卓在里面设定的形象就是一个胖子，然后骑2匹马。我想要可能因为董卓在历史里面是知名的胖子，所以1匹马可能载他载不动。然后他皮粗血厚，他又会打，蛮讨厌的。所以他就设定用2匹马的形象，增加这个魔王的那个厚重度。我觉得以前的游戏就是蛮具有巧思的。还放炸弹。就是慢慢打，慢慢赶，把他赶走哦。让小兵都清的差不多了。那他真的很会打。好，过了。他的名字叫做董明，其实是董卓的侄子。他说我是引武者。这里才是真正的董卓了。那游戏到这一边，就是这个董卓出来只是插个花而已，所以重点是先把小兵赶快干掉，不要让董卓太近身。然后绝技连射，2边出剑气。不容易被围殴。好啦，这里就过了。这边来放开一个萤火趴。
往下。来这一段就是全部都是球球，就是要拼命出剑气，两边都打，这样才不容易死。那他通常在这一边，如果两个一起合作会比较快，一起刷，秒酸。出剑气他就比较没办法。好了，下一个阶段绕跑时间到。到这里其实以前玩到这边其实蛮容易死的，原因是因为董卓会在这边追杀你，前面发剑，还会发光波，有那个月光波，打到一下其实非常痛，打到一下就差不多快往生了，所以要一边跑，然后一边闪。好。到游戏的最后一段，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里如果打死董卓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卷轴。如果你有吃到卷轴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特殊的破台画面，也就是这个漫画的作者宫本志，他会把他很多角色都在破台画面的时候都会显示出来。那你如果没有吃到这个卷轴的话呢？破台画面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一下就结束了。很棒的资源控制。通常在这边我们玩的时候会全部都拼命放火啦，原因是因为这边有个红色的那个药丹嘛，这里吃下去，我们的比例就全补满了。再放进。小心刚被喷到，那刚喷到应该也是8、9次就不见了。然后他会跟着你，他就沿着你身上一直砍过来，这一招很好用。所以玩法就是尽量不要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一边打一边闪就好了。那个诸葛亮出来提醒我，放次滑，开一个 party， 顶起来哟！你看都是青色的火焰，青之躯模式。哦，你这阿鬼，你是要拍到什么时阵？火焰剑。时代有这么厉害的功能，火焰剑。以猛将刘备传，一个人干掉全部。血真的有够多，血迹蛮难杀的。看着他很会打不会打是怎样？放火！看你怎么挡，你再挡，你他妈嘞！挡三小。我撑太久了哦，现在游戏设定成就是我一直烧死。放火，把你烧死！打太久了，好，死了。我们赶快吃下这个卷轴。地上多十个，我去多大里？抓起来。它有加分，因为我们刚好吃到卷轴，所以等一下破台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点画面。
我々の大勝利が。我们胜利啦！哦，屁嘿叫，我们签个名。好啦，接下来就是破台画面啦。五虎将军，五虎将。他说：“反贼董卓的野心，在刘备军的活跃之下，在梅屋城被打倒了。但是不是只有董卓想当皇帝而已呢？某一个人就说：呵呵，整个中原就在我手上。当初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因为他出来这一个长头发的角色，妹妹头这位就是曹操了。然后说要把中原掌握在手上，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嘞？乱世会继续持续下去吗？三国时代的序章就这样开始了叫我们期待第二弹赤壁之战。所以那个时候想，哇，好棒很快要出赤壁之战就没了。好，来这里开始就是我们吃到卷轴之后会出来一些作者画的，像这个最上面就两撇大胡子，那个是马超张辽、徐晃夏侯惇这些人，当时都是请那个作者另外再画出来的角色，因为当年这部漫画很快它就结局了，所以很多角色是后面才补上的。如果吃到了那个打倒董卓那个卷轴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些画面。你看这个张飞是一只眼睛瞎了，我当初看到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跟夏侯惇搞混？比如说周超啦这些角色，他都有另外在画。下面这个就是卡普空的吉祥物。好来，这一款《吞食天地》1代其实是蛮经典的游戏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以前一些蛮有趣的老游戏。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啦，拜拜。